3月吃瓜盘点，肖战拍短剧了，逐玉数据真的有水，内娱区区文学又更新了，而迪丽热巴、迪丽穆拉提的名字真的不能排在前面了吗？这2天广电总局出了几条挺有意思的新规，其中讨论最多的就是规范演员名字排序，具体就是以演员真实姓名的姓氏笔画为序。先说结论，网上那些姓氏笔画少就一定排前面的说法，基本就是在搞节目效果。举个例子，月底要播的《白日提灯》，你觉得陈飞宇能把热巴压到后面去吗？当然不可能。一部剧谁是一番，谁是二番，本质还是看剧情核心和戏份多少。那这条看起来节目效果拉满的新规到底改了什么？其实主要有2个地方。第一，过去常见评番，也就是排名不分先后要消失了。以前遇到男女主双强的剧，经常会在2个人名字后面加个括号，排名不分先后。新规执行后，这种操作基本不行了，直接就要按照身份证上的姓氏笔画排序。第二，各种花式头衔要统一清理，什么特别主演、领衔出演、特邀出演，这些花样 title 以后都会大幅减少。高番主演之外的演员统一按姓氏笔画排序。简单说，这条新规对剧方其实是利好，总局直接给了一套统一标准，以后剧组不用再为了番位反复拉扯，粉圈大战。那除了上面的演员规范，这几天 AI 短剧方面也有新的话题。最近有网友发现，肖战的脸频繁出现在多部微短剧里，面部特征、影视造型，甚至连《藏海传》的造型都被直接复刻，然后用 AI 技术强行出演。问题是，现在 AI 做得越来越逼真，不少观众真的以为这些短剧是肖战本人出演的。更离谱的是，部分角色还是反派设定，这对艺人的公众形象显然会造成影响。最先炸锅的当然是粉丝，自家偶像被 AI 随便抓去拍戏，还被拿来盈利甚至丑化，谁能忍？但事情曝光后，有些短剧只是把 AI 肖战的画面简单打码，甚至把名字改成肖战，剧却依然没有下架。这一操作也直接引发了更多网友的不满，纷纷喊话肖战工作室尽快维权，因为这已经不只是道德问题，而是触碰法律红线。法律界人士指出，未经授权使用 AI 生成明星面部特征，并用于商业盈利，已经构成对肖像权的直接侵犯。事实上，这类事情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。目前，一些 AI 平台已经开始限制生成明星相关的肖像、声音和视频内容。而去年11月，相关部门也已经发布了新规，从今年4月1日起，所有未履行备案程序的存量动画和微短剧作品将被强制下线。换句话说，未来不管是动画短剧还是 AI 模拟真人的短剧，想上线都必须先排队取得广电总局备案。这件事的好处其实很明显，首先，大量劣质侵权作品会被直接挡在门外，比如刚才说的那种未经授权就拿肖战的脸去做 AI 换脸短剧的作品，基本不可能通过备案。还有以前那些剧情离谱到炸裂3过的猎奇内容，估计也会大幅减少。但新规也有另一面，备案和审核本身需要时间，这意味着 AI 短剧的数量很可能会明显下降。简单说就是，行业会更规范，但也会变得更克制。但要说最近内娱剧圈炒得最凶的一件事，那一定是逐玉的数据。从表面看，逐玉几乎是爆开式开局，3月11日更是双平台破万，成为内娱首部双平台连播破万的剧。与此同时，银河市占率飙到 41.1%， 单日播放量突破1亿。这个成绩意味着什么？简单说，逐玉的同期数据已经超过了去年暑期的大热剧《生万物》《许我耀眼》，甚至被拿来对标曾经的全民爆剧《狂飙》。但问题也随之而来，很多人开始质疑这波数据到底是真实热度，还是宣发、资源甚至技术手段堆出来的结果。因为逐玉的数据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，涨得太快了。一般来说，一部真正出圈的剧，热度是慢慢发酵的。很多观众不会守着首播等剧上线，而是随着剧情讨论越来越多才逐渐入场。当年的《狂飙》上线1周，数据才开始真正起飞，热度最高点甚至是在半个月之后。而逐玉几乎是开播就冲顶，
更尴尬的是，平台还出现了技术争议。有用户反映，在鹅厂平台上点开1至2秒退出，也会被记录为整集看完。甚至有人表示自己从没看过《逐玉》，但观看记录里却出现了该剧的播放历史。对此，鹅厂3月9日回应称，只是页面展示错误，并强调不影响真实数据。但显然，舆论并不完全买账，因为无论后台数据是否真实，这种前端展示的混乱已经严重影响了观众对平台数据的信任度。而一旦信任被透支，受影响的就不只是逐玉，而是整个长剧行业的数据体系。那问题就来了，既然逐玉本身其实也有不少亮点，比如男帅女美，导演镜头美学一级棒，为什么平台不让它自然发酵，反而要把数据推得这么猛？答案其实只有2个字：焦虑。2026年开年以来，长剧市场出现了一个非常尴尬的情况，爆款真空。从1月到2月上线的几部大剧，这些剧里不乏口碑不错的作品，但如果只看播放量，没有一部达到真正的爆剧水准。按以往经验，开年档及其流量演员、大制作和多种题材，至少应该爆1、2部，但今年一部都没有。再加上短剧和 AI 内容的冲击，长剧行业的压力只会越来越大。在这种背景下，平台和资本很容易产生一种思路，既然自然爆款越来越难，那就人为制造一个爆款。但问题是，这种方式或许能制造一次数据高潮，却很难真正解决行业问题。而就在剧圈为数据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，男主张凌赫的另一件事也突然冲上了舆论场。事情起因是他在国内综艺《你好星期六》里的一个片段，节目里有个游戏环节，每组嘉宾互相画对方的肖像。张凌赫和田曦薇因为新剧在宣传期，也一起参与了这个互动。当时张凌赫看到田曦薇画的画像，就开玩笑调侃了一句：“感觉出生在东南亚。”这句话在节目语境里其实只是吐槽画像画得太抽象，但问题在于，这个片段传到海外之后就不对了。目前在张凌赫 ins 评论区团建的东南亚网友，不少人因此质问他，是不是觉得东南亚人比中国人低一等。3月10日，张凌赫在 ins 最新动态评论区向东南亚网友道歉，同时节目组也在后续版本中剪掉了相关争议片段。这件事其实也提醒了一个现实，随着国内一些当红艺人在海外影响力越来越大，很多原本只在国内综艺里出现的地域式玩笑，一旦被截断、翻译、传播到海外，就很容易被解读出点什么，哪怕本意不是这样，也很难再解释清楚。所以以后对于公众人物来说，一句随口的玩笑，可能就是一场跨文化舆论风暴的起点。那这几天还有另外一件事，就是内娱的区区文学又更新了。3月12日，内娱女演员王鹤润突然现身某瓜帖评论区，直接点评王玉雯，说她古装太种太蠢，一点灵气都没有。这一句话瞬间把网友看懵了。前几个月两人还在节目里互动的挺热络，结果转头就在评论区公开开炮，直接冲上热搜。不过剧情很快又出现反转。2小时后，王鹤润工作室发布声明，称是工作人员误操作登录账号评论，并非本人。王鹤润本人也转发道歉，但网友显然并没有完全买账，因为这种工作人员背锅的剧情在内娱也算是经典桥段了。更巧的是，当天下午王鹤润还突然出现在上海机场，而根据航班信息显示，当天最早从拉萨飞上海的航班是15点45分才落地，所以整件事到底是误操作还是评论区翻车，目前也只能说挺耐人寻味。好啦，本周的吃瓜就告一段啦，这里是 One Weekly， 我们下期见。